今天呢，我想分享一下72小时断食的全攻略，在断食开始前、开始中以及开始后都需要做些什么，还有72小时断食之后的一些感受。嗨，欢迎回来！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视频的话，我的频道主要专注于在北美的一些生活攻略以及我自己生活方式的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不要忘记点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顺便说一下，我上周开始戴这种金属牙套了，所以从今天这个视频开始的往后半年多吧，我可能会一直戴着这个牙套来录视频，大家多多见谅。那我自己呢，间歇性断食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也是想挑战一下72小时断食。现在呢，已经进行过大概3到4次72小时断食了。首先大概的科普一下72小时断食的一些优点吧。断食的时间长呢，身体就会进入酮症状态。断食到18个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转换为脂肪燃烧模式。所以最开始进行72小时断食的主要目的，我也是想减脂。那断食到24小时之后呢，身体就会诱发自噬。在自噬过程中呢，细胞就会分解病毒、细菌，然后会制造新的细胞，让身体产生更年轻的细胞。还有很多研究也表明了，进行长时间的断食呢，会增强免疫力，减少身体的炎症。那接下来说一下72小时断食适合哪些人。首先，它绝对不适合间歇性断食的新手。如果你刚刚开始接触168这种间歇性断食的话，我建议还是先从168慢慢进阶到186、24，然后再挑战一下72小时或者是48小时的断食。如果你一上来就要进行72小时断食的话，你身体肯定会受不了，然后你也会对断食产生非常大的抵触心理。其次呢，在进行断食之前也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调研，因为说实话，其实还是很难坚持下来的。前期的一些知识储备是非常必要的。第三呢，我觉得是非常适合一些现在想要开始减肥，但是已经胡吃海喝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人来说，72小时断食是很好的，作为减肥的一个 starting point， 让你身体开始意识到，哦，我已经要开始不是大吃大喝的模式了，现在要开始进行减肥的模式了。在开始72小时断食前呢，我有2个小的建议吧。第一是开始前千万不要大吃大喝，千万不要想着我明天开始3天不能吃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我就要大吃大喝，吃很多的那种精碳水。在开始前也最好以健康餐结束最后一顿，多吃一些蛋白质和一些优质脂肪。第二点建议呢，是最好在结束早餐之后开始72小时断食，这样子的话，在第3天的中午左右你就可以进食了。我前几次的72小时断食都是在晚上，所以其实第3天很难熬的，一直要等到晚上6、7点钟才能吃第1顿饭，而且我一般尽量不想让自己在5点钟之后吃东西了，所以就是一个很纠结的选择。那好，接下来来到72小时断食中呢，都可以喝一些什么？首先我想强调一下，断食不是节食，断食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什么都不能吃，不能说我中间吃点这个吃点那个，反正热量低没关系吧，不可以，那就是节食。我们要尽量稳定身体的胰岛素水平，所以这段时间最好是除了水之外什么都不要吃不要喝。那除了水呢，也可以喝一些零卡的美式或者是黑咖啡或者是茶。在觉得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喝一点盐水，放上苹果醋，这真的能救你一命啊！我从来没觉得盐水竟然会那么好喝，因为盐里面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嘛，所以也会帮我们补充一些能量。那苹果醋呢，我也不多说了，每个减肥的人应该也都知道苹果醋是多么好的一个东西了，它能够帮助我们燃脂，也能够防止胰岛素飙升，所以我一般都会在水里面加一点点的盐和1小勺苹果醋，这样喝下去。最后如果你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的话，可以喝一点点的椰子水。按理说椰子水也是有热量的，所以严格来说是不可以喝的，但是因为椰子水里含有大量的电解质，在断食过程中也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如果能够坚持的话，尽量就不要喝了，毕竟它也含有一点糖分和卡路里。那接下来分享一下我进行几次72小时断食的具体感受吧。一般第1天我都进行的蛮轻松的，因为本来我现在也都是24的间歇性断食，所以第1天就相当于多了4个小时，24小时嘛，并不会觉得特别的难。我觉得最难的时候就是第2天，第2天真的是意志最脆弱，特别想放弃的时候。通常第2天身体也开始会觉得比较虚弱呀，比较累呀，浑身没有力气啊，然后也会开始觉得有一点点的饿。我觉得开始之前就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但是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坚持住，就稍微咬咬牙挺过去。第3天的话会比想象中好过很多。这里我也分享几个可以坚持下去的 tip 吧。第一点呢，就是我会查阅大量的72小时断食的优点，大家回头也可以再过来看我的这个视频，给你增加一些动力。我就会心想我再坚持一段时间呢，身体就会发生这么多的变化，然后还能变瘦一点，还能变漂亮一点，就各种这样激励自己吧，咬咬牙就挺过去了。第二点呢，我就会在进行72小时断食之前宣告全世界，什么在 Instagram 也好或者是朋友圈也好什么微博都会告诉我要进行72小时断食了。这样子的话，毕竟
竟你的话已经说出去了嘛，也不太好中间放弃。如果你不愿意发这种社交媒体，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所有家人朋友说啊，我现在开始要进行72小时断食了，让他们隔一天就过来跟你 check 一下。我确实第一次进行72小时断食的时候，可以让我坚持下去的动力就是那个时候每隔几个小时我就会发 Instagram 分享一下我当时的感受。然后我一想啊，那么多朋友都看到我现在在进行这个，如果说没有发到最后一刻的话，我会觉得有点丢人。第三点呢，如果实在有点难受的话，其实可以闻一闻食物的味道，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有的人闻一闻食物的味道可能会觉得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我坚持下去的这个动力还是蛮强的，所以闻一闻食物的味道就有点感觉像是我已经吃到了那个食物一样，反倒会有点解馋。我记得有一次在第2天断食的时候，男朋友点了一份炸鸡，巨香，我当时就超级馋，但是就一直闻着那个味道，就感觉我自己也吃到了，所以也算是挺过去那个最难熬的时间段了吧。还有一点就是睡觉，我看很多人好像在断食过程中觉得睡不着觉，对于我来说睡眠好像一直不是什么问题，我一般都是沾枕头就着的那一种，所以只要我觉得坚持不下去太饿了，我就会去睡觉。结束之后，在开始吃东西之前呢，我建议也可以量一下自己的体重啊，还有你的3围尺寸啊什么的，看看有没有变紧致一点。我有的时候就是实在太着急想吃东西了，所以也忘记上秤了，这样我自己也没有一个更准确的数值说，哎，我这次断食让我掉了几斤。那接下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断食结束之后的第一顿要怎么吃。首先就是用我们的常识也可以做一些判断，那种高油高盐啊以及精碳水一定要避免。一般第一步呢，我一定会先喝一杯那个盐水加上苹果醋，我刚刚说的，也告诉身体说，哦，我现在断食结束了，可以开始要吃东西了，也不至于进食了之后让胰岛素飙升，算是一个准备阶段。然后第2步呢，也是很多人推荐的，我会喝一碗肉骨汤之类的，因为肉骨汤里含有很丰富的营养和矿物质，也会帮助我们补充在断食过程中流失的很多电解质，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接下来第3步，就算是正常的吃一餐，我会先吃一点蔬菜，比如说沙拉呀，反正就是那种绿色叶子的菜，加上一点蛋白质，炒鸡蛋之类的。我会尽量避免一些精碳水。这一顿下来了之后，差不多已经饱了。如果还是觉得不满足的话，可以加一点坚果或者是芝士，这差不多应该就会蛮饱的了。首先好处第一个就是从体重上来说，我大概每次断食都能掉一个4斤左右吧。当然我的基数不算大，而且这其中肯定也有一部分是水分，之后恢复饮食了之后肯定还会回弹一些。但是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为我之后的减肥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就像我身体已经开始准备好之后要进行一些比较清淡的比较健康的饮食了，就不会再馋高油高盐的不健康的食物了。而且因为身体的一些水分被排出，所以身体上的肉看起来更紧致一点了，不会觉得肚子上有一点肿肿的那种感觉，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明显的感受。第2点就是，当然它是一次全身的一个排毒，我没有看到非常明显的改变啊，就说什么皮肤一下子变好了，痘痘全都没了，这样子我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但确实会觉得身体轻盈了很多，干净了很多，这种感受还是有的。真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或者是那么的饿。到最后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身体上的挑战，而是就是 mental challenge， 就看你真的能不能坚持下去，你能不能真的等到那个时间我再开始吃东西。所以我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就算不是每个月进行的，至少每年或者是每几年，或者在你的人生当中一定要进行一次72小时的断食，你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缺点的话呢，确实尤其从第2天开始，身体就会觉得非常的虚弱，所以我建议大家把时间安排在周末呀，不太需要工作呀，不太需要动的那么几天，到最后有点没力气到就想躺着什么都不想动的那一种。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因为我是了解，我只是觉得很虚弱没有力气，但我没有任何的不适，也不会觉得任何地方有疼痛的感觉。但是如果你伴随着有一些头痛啊，然后胃疼啊这种的话，那可能就要咨询一下医生，然后提前终止这个断食。除了这一个缺点之外，我确实没有感觉到还有什么其他我觉得不好的点。我现在是想每一个月都进行一次72或者是48小时的断食，但如果是新手的话，可以每一个季度或者是每半年进行一次，然后在之后根据自己的身体需求再慢慢缩短这个时长。那以上呢就是我能想到的72小时断食的一个整个攻略了。如果有什么说漏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补充。希望今天的视频也对你有一点小小的帮助。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拜拜。